这是一个执着的梦想，不日铿锵，来日方长。这是一个忠诚的信仰，昂首向前，期待远方。为了真理，为幸福奋斗，哪怕再大的风，再高的浪，从不会迷茫，从不彷徨。世界的明天充满阳光，我迎着风坚定信念，感受光芒。我看到如此真实，如此美好的未来。我迎着风坚定信念，拼尽力量。我知道美好愿望不会辜负了时光。我迎着风坚定信念，感受光芒。我看到如此真实，如此美好的未来。我迎着风坚定信念，拼尽力量。我知道美好愿望不会辜负了时光。在柏林大学，马克思痴迷于哲学研究，参加了博士俱乐部，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。黑格尔哲学的核心不是平静，而是不安；不是静止，而是发展；不是体系，而是方法。学长，你说的实在太好了，不是平静，而是不安；不是静止，而是发展；不是体系，而是方法。忘了给大家介绍了，这是卡尔马克思，一个热爱哲学的法律系学生，刚加入我们的博士俱乐部。学长，俱乐部好久没有活动了，大家都在忙什么？先不说这个了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啊，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完成了，和学长的观点一样，我也主张无神论。学长，能再帮我看看吗？哦，是研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差别的那篇论文吗？已经完成了，我看看。怎么了？论文写的真的很精彩，不过现在不同以前了。你毕业要提交这篇论文，别说留校了，恐怕连毕业都难。为什么？埃希霍恩刚刚就任教育大臣，这个人是顽固的基督信徒，一直打压无神论。现在学校的气氛也越来越保守，越来越紧张。俱乐部的卢格因为主张政治自由，已经被赶出大学讲坛了。俱乐部现在也没法开展活动了。无神论的论文恐怕不好过关呢。要不你再改改，把你的锋芒和无神论的观点都隐藏起来。学长，我不会改变的。追求真理是人的权利和自由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要像普罗米修斯一样，不屈不挠。卡尔，我佩服你的勇气，或许也不是没有办法。留校是没戏了，但你可以把博士论文送到耶拿大学去试试，那里有一位研究伊壁鸠鲁的权威，他应该会喜欢你的论文。重要的是，他有资格通过你的论文。谢谢你，学长。至于工作嘛，你可以去莱茵报试试，这是当地工商业主办的报纸，思想不保守。祝你好运。1841年，马克思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，后来通过投稿进入言论相对自由的莱茵报担任编辑。
今天的报纸又卖断货了。我们报社早就该多发这种文章。卡尔写的就是人们想看的。自打马克思兼任编辑以来，咱们报纸的订户从885户上升到了3400户。3400户！天哪，简直像做梦！社长。老板，对报纸的销量不满意吗？卡尔，你的文章让报纸大卖，但是我们也有麻烦了。算我求你，不要再跟普鲁士政府作对，写点别的吧。别的？大家想要的是自由和权利，我也只想写这些。你知不知道，大股东们都快要把我给吃掉了？我知道怎么做。卡尔啊，麻烦看看我这篇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的稿子吧。好。总督府对治下平民毫无节制的压迫，葡萄园种植者不得不面临全部破产的危机。写得好，科布伦茨，帮我转告总编室，这篇文章一字不改，全文刊登。太好了。老板那边没问题吧？别怕，我们匿名刊登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我还比你高半头呢，我顶着。来英报，来英报！沙培尔总督横征暴敛，葡萄园面临破产危机。卡尔，沙贝尔总督派人来抓人了，说是要整治败坏他名声的记者，不就是来找我吗？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你就在屋里待着，别出来。我们为什么来这儿？你们应该明白。说，你们负责人在哪儿？我就是。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。您好，我就是，我是马克思。哼，很好。这篇报道全是诽谤、谣言、胡说八道，你怎么解释？大人，我想您一定是误会了，莱茵报的每一个字都是有真凭实据的。这篇文章胡编乱造，对总督大人的名誉造成了很大的损害。哼，把这篇文章的作者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把你们所有人都抓起来。军官大人，记者我是不会交出来的，您尽管把我们都抓起来吧。不过我们可以打个赌，赌一赌明天各大报纸的头条。站起来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军官大人，您当然可以开枪，这样明天的新闻可能会更加轰动。当然了，总督大人苦苦经营的绅士形象可就跟着灰飞烟灭了。我把我的性命放到赌桌上，总督大人可以拿仕途名誉来赌吗？卡尔马克思，我记住你了，咱们走着瞧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莱茵报的马克思一个人几句话就把总督派来抓人的士兵给顶回去了。先生您好，您是不是他们说的那个厉害的马克思？您好，我就是马克思，莱茵报的编辑。求求您，求您一定要帮帮我！我们祖祖辈辈一直都在城外的森林里砍柴打猎，有一天地主忽然霸占了森林，不准我们靠近。
我儿子只不过去捡了一些枯柴，就被地主抓了起来。他们说我儿子偷了他们的东西，这怎么能是偷东西呢？无耻！剑枯枝怎么变成盗窃了呢？我要曝光这些无赖的地主！我宣布，通过新的林木盗窃法，剑枯枝与盗窃同罪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曝光也没用。卡尔，你怎么了？我很失望。剑枯枝不犯法的时候，地主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动手惩罚农民了。现在，为了让私刑变得合理，他们甚至可以让议会通过这种无耻的法案。按照黑格尔的说法，国家和法律是理性的化身。普鲁士是一个理想国家，它永远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，对吗？当然，国家是个人自由的实现和保障。可现实呢？人民根本不自由。剑枯枝本是大自然赋予农民的权利，议会却通过林木盗窃法剥夺了农民的这些权利。看来，法律不过是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工具，议会也就是个摆设。公道明明在农民这边，我的笔杆子却改变不了这世道。卡尔，你想太多了，这不过是有些刁民在闹事。有件事不，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，普鲁士政府并不是黑格尔说的理想国家，它代表的是私有者的利益，而法律也不过是私有者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。卡尔，不要再理会农民的闲事了。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你算是把沙培尔总督彻底得罪了，他可能要查封莱茵报。当然，亡羊补牢也不晚，你偶尔也发点支持总督的文章，我们需要向普鲁士政府示好。示好，在我的字典里面就没有这两个字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也应该展示一下青年黑格尔派的力量。谁的力量？就是那些号称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人小集体吗？他们公然侮辱神父，进妓院喝酒瞎闹，我已经忍无可忍了。卡尔，那只是个别人。算了吧，除了卢格还在主张政治自由，你们都失去了初心。我以后不会再和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这些青年黑格尔派，天天批判宗教，穷人求助上帝，你们说上帝无用，但你们的自我意识又说不清楚穷人怎么在现实中解决问题。你们和你们所批判的上帝一样无用。卡尔，你疯了吗？在这个颠倒了的国家生活下去，我迟早会疯掉的。总之，我不会再迷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了。我要投身于政治斗争中，去捍卫人民的权利，直接向这个不公的现实世界宣战。马克思，我还是奉劝你，不要再一意孤行了。哼！您好，您是马克思先生吗？冒昧来访，我叫弗里德里希·恩格斯。您的文章思想深刻，文采飞扬，每一篇我都反复读。恩格斯先生，您好。我记得我们都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，真想和您好好的聊一聊啊。青年黑格尔派。对不起，恩格斯先生，我现在有个着急的东西要写，我们改日再聊。说我没空送你。
这篇文章很有意思。莱茵报的股东先生们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们，面对散播谣言的报纸，我可从不会手软。卢哥，你来的正好。现在连莱茵报的政治自由也没了。为了不让总督把报社查封，我决定辞职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你也知道，自从我被大学赶出来以后，就在搞出版和政论活动，办了德国年鉴。这不，德国年鉴也被查封了，我的政治自由也没了。在这个反动专制的普鲁士，真是要窒息了。正好，咱们一起离开普鲁士，到大革命的故乡法国去，追求我们的政治自由。我打算创办一本新杂志，就叫《德法年鉴》，我们一起干吧。我很愿意。不过，卢哥，先让我回家娶我的公主，我会带她一起去法国。我先提前恭喜你了，你不用担心在法国的生活，我给你准备了500塔勒的年薪。太好了，我可以给燕妮买戒指了。燕妮，你手上的戒指是怎么回事？卡尔回来了，我决定跟他结婚。你是贵族家的小姐，不能嫁给平民。况且我还听说马克思被莱茵报赶出来了，他现在就是个无业游民。你嫁给他，怎么过贵族的生活？哥哥，真正的爱情不是物质上的门当户对，而是精神上的势均力敌。我爱卡尔，不在乎他有没有钱，是不是贵族，我爱他的梦想和才华。况且卡尔已经在法国找到一份年薪500塔勒的工作，我们的生活不会有问题的。燕妮，如果你嫁给他，就是背叛威斯特华伦家族。你想做家族的叛徒吗？卡尔说过，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，就是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母亲大人，管管你的好女儿！别吵了，你们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对卡尔的评价很不错。燕妮的事情，就让他自己做主吧。我是自由的，我一定要嫁给卡尔。病痛流离失所，失去了挚爱，也被世人不解和冷落。我不要在名利的光环下迷失自我，不忘初心，一往无前，点燃燎原之火，让信仰引领不安的心。这和马克思为民营团结起来革命，这和马克思没有谁能熄灭我的热情，这和马克思为人类的解放守护真心。
也很马克思。尽管此刻我不被理解，你不懂我热爱的一切。或许我们要就此告别，我期待重逢的那一天。哼，擦得这么不干净，还敢要钱？很疼，钻心的疼。你的这些想法已经惹恼了普鲁士政府。世人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一定是一次伟大的见面。和你在一起，我找到了人生的使命。